如果说海湾战争让全世界明白了什么是现代战争的话，那么俄乌冲突就是对现代战争的又一次升华。先别急，你们是不是觉得俄乌战争还不如海湾战争那么让人震撼，觉得火力军在夸大其词？在这个看法上，火力军一开始确实是觉得俄乌战争打得有点憋屈，完全比不上海湾战争的强度。但随着战争的发展，火力军渐渐明白，这场战争其实已经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接下来希望各位耐心看完这期视频，定能说服你。谁能想到这一场局部战争能打上8个月之久？说实话，在战争一开始，火力军曾觉得最多打上1个月，而且将是乌克兰的惨败。但随后的战争走势逐渐超出了火力军的预料。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原来先进的单兵装备与无人机真的可以左右一场战争。乌克兰凭借有限的无人机与数量庞大的单兵装备，对俄军造成了非常大的威胁，甚至乌军无人机已经能威胁到俄军的防空系统。仔细想一想，在过去的战局报道中，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乌军使用单兵装备与无人机打出了什么样的战果，反而在火炮方面的战报却少了许多，这一点却是出乎火力军的意料。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俄军为什么这么依赖钢铁洪流呢？而空天军却是寸功未建呢？在海湾战争以前，大多数国家的军事思想还停留在2战时期的钢铁洪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苏联这个国家了。当时苏联为了能够保持对欧洲的压制态势，一直维持着庞大的装甲部队。巅峰时期的苏联陆军拥有6万辆坦克与8万辆装甲车，甚至为了秀肌肉，还专门搞了一场震慑欧洲的西方8·1演习。恐怕苏联自己都不会想到，演习过去仅仅10年的时间，美国就用一场教科书式的战争向世界证明了钢铁洪流只是一个纸老虎。也正因为海湾战争的高起点，所以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很多人都觉得俄军将重现海湾战争的经典一幕，动用大量精确制导武器以及战斗机、轰炸机等空中力量，给乌克兰来一场21世纪的闪电战。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俄军完全没有复制美军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战术，整个俄乌冲突看起来甚至更像传统作战与现代作战的碰撞。在动用大量现代高精尖武器的情况下，又有传统的火炮对轰。而当初海湾战争给世界留下的印象是，现代战争是利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也就是信息化作战。火力军明白，这确实是现代战争的特征，但所包含的东西并不全面。毕竟当初的海湾战争是存在很大代差的，所以能以碾压之势横扫伊拉克。另外，现代战争并不是只有信息化作战，传统火炮对轰同样需要。毕竟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军事强国，至今都认为火炮在现代战争中拥有无法取代的作用，仍在大量服役坦克、火炮之类的重型火力装备。虽说俄军也动用了口径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导弹，甚至是匕首高超音速武器来打击乌克兰的重要军事目标，不过这些昂贵武器并没有直接重创乌军整体战斗力。毕竟俄军也不能用价值几百上千万美元的导弹来瞄准乌军士兵打吧，那样太得不偿失了。更别说俄军很穷的，所以在更多情况下，双方还是坦克、火炮对轰，用炮弹打通前进的道路。比起精确制导武器，坦克、火炮更能及时支援前线作战，提供弹幕支持和火力覆盖，这是空袭和导弹做不到的。至于俄海军，几乎没有值得夸赞的战绩，比空天军还要惨。黑海舰队因为粗心大意，损失舰队旗舰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不过比起莫斯科号的沉没，备受争议的是黑海舰队居然不能两栖作战，导致俄军在一些关键性大战中无法获得海上支援。比如在持续3个月的马里乌波尔战事中，乌军最后被围困在滨海区域，黑海舰队却无法从海上给予俄军任何支援。如果舰队当时可以向陆地投送一定规模兵力的话，从乌军防线后方撕开口子，亚速钢铁厂的局面就能立刻打开了。也正是因为黑海舰队的能力有限，导致俄军无法在乌克兰大后方开辟第2战线。即便这场战争中双方状况百出，与海湾战争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俄乌进行的确实是现代战争。从火器出现，战争形态就一直在变化，但最大的变化还是从2战时期开始的。当时德国一波闪电战直接将西方国家打懵了，
而这就是得益于工业发展。闪电战之所以能够以势如破竹之势席卷欧洲，关键就在于机动与包围。性能优秀的装甲部队与拥有完全优势的空中力量相辅相成。从1926年德国与苏联秘密研发坦克，到1934年德国首辆量产型坦克问世，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德国陆军军力以极快的速度向上攀升，无论是单兵装备、火炮还是各式战场车辆，都得到了飞跃式的进步，并在波兰战役中彻底拉开陆战之王坦克的时代。坦克不再是步兵陪衬，而是作为独立作战甚至主力装备的角色。在此之后，大大小小的陆上战役都有坦克的身影。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借由坦克发扬光大，同时坦克的重要性也随着闪电战的巨大成功而扬名世界，两者相辅相成。坦克作为火力防护与机动的结合体，在闪电战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为步兵与后续部队打开缺口，帮助德国冲垮敌人防线，并利用机动性持续向前推进，进行绕后与包围。随着二战初期德国闪电战的成功，各国也加紧开发新的坦克，火力、装甲和速度不断增强，形成了直至今日的一连串军备竞赛。整体来说，二战时期德国的军事思想核心就是将所有军事理论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是陆军与空军。陆上进攻部队随时保持与空中力量的无线电联系，在有需要的时候紧急呼叫救援，而这种协同作战构成了闪电战的基础。德国空中力量组成是俯冲与重型轰炸机为主，并由战斗机进行护航，主要是在战术上支援陆军完成地面军事行动，同时也可以对战略要地或者基础设施进行轰炸。在30年代，德国空军优先获得了大批军事装备。入侵波兰前夕，德国作战飞机甚至达到了2564架的惊人数量。当然，闪电战也有明显的缺点，那就是燃可耗油量大，弹药耗损严重，对德国后勤补给造成了不小的负担。这就要求闪电战必须速战速决，一旦转变成消耗战，那就必败无疑。而二战初期战场更像是进攻与防御的攻防战，德国主进攻发动闪电战，而像法国则是主防御。例如马奇诺防线的修建，在战争没开打前让德国人头痛的主要原因是法国在一战中损失近乎一代人，这场战争胜利的代价过于惨重，以至于战后法国社会长期弥漫着反战主义和悲观情绪。基于一战的经验，认为大规模进攻会损失大量士兵，所以当时的法国主张进行防御战，于是斥资50亿法郎修建了这条马奇诺防线。然而德军的绕行让这道防线成为了摆设，不是说法国采取的方式不行，而是他们没有想到德军会选择阿登森林发动主攻。二战时期，由于军事技术在海陆空都得到了广泛运用，几乎所有主要参战国都意识到技术上的优势是可以弥补战略与数量上的劣势。也正是对技术优势的自觉追求，使得二战时期新装备与新作战思想集中涌现。当时飞机已经成为空中力量的主要核心，但想将其与水面舰艇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一种功能与威力更为强大的战争工具，那么同样需要新事物的诞生。而航母与舰载机的使用开创了海上作战的新时代。例如英国光辉号航母对意大利塔兰托军港的攻击，日本海军出动6艘航母偷袭珍珠港，都取得了巨大战果。大多数主要参战国都意识到航母时代来临了，海战模式也就此改变，大炮巨舰宣告落幕。在这个方面，英国率先服役皇家海军的改装航母，而将其发扬光大的则是日本与美国。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航母毫无疑问是其中主角。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能横扫东南亚与印度洋，航母机动舰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与日本曾先后进行了6次航母大战。珊瑚海海战是世界海战史上第一场双方舰艇不见面，只用舰载机进行对攻的海战，标志着航母开始取代战列舰的海上霸主地位。1个月之后的中途岛海战，美日海军再度进行航母对决，而战列舰完全沦为看客。此战之后，航母彻底取代战列舰，成为海上霸主。美国海军全力建造航母，而将战列舰作为航母的护航舰艇，自此开启了美军海上霸主的时代。而海湾战争是冷战结束以后规模最大、参战国最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场局部战争。
多数国家不仅在海空占据绝对优势，在科威特战区的地面部队也不弱于伊拉克，在装备与战术理念上更是大大强于伊军，双方实力判若云泥。这场战争真实展现了立体作战思想，各军种在作战中可以互相支援，优势互补，多军种联合成为现代战争的制胜法宝。联合作战也成为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基本作战样式。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参与的陆军人数达到26万，还有其他国家的陆军作战部队，航母出动9艘，其他军舰高达200多艘，共出动海军5万人。另外还有8万人的海军陆战队，作战飞机59架，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信息化电子战机群 RF-4C 战术侦察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各式战机，总兵力达4万人。海湾战争的关键就是夺取制空权，制空权以空军为主，其他军种配合；制海权以海军为主，其他军种配合。登陆作战则是陆军为主。各军种力量的支援配合关系相互转化，构成总体上的平等关系。海湾战争中，美军的侦察卫星也时刻盯着战场，萨达姆的调兵遣将完全躲不过太空的眼睛，而美军还会派出当时最先进的侦察机为地面作战部队提供情报，并派出战斗机与轰炸机支援地面部队的进攻。空地一体化是美军所采用的作战方法，可以说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联合作战思想。而作战样式就是联合火力打击，进行了首期打击、持续打击和后续打击到结束作战。从开始执行沙漠盾牌行动，首期打击以空中突击力量和地面远程抛离压制等力量对伊拉克实施多波次的突击行动，使伊拉克没有还手的余地。在战争结束之前，多国联军对伊拉克事后实施打击计划，最终致使伊拉克在1991年2月26日宣布停火，伊军崩溃，海湾战争结束。海湾战争中最致命的武器并不是导弹、战斗机、坦克或者军事，而是美军部署在当地的庞大情报系统。空中力量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战，电子作战成为现代战争核心。打击方式不再是以大规模毁伤为主，而是在破坏力相对降低的基础上突出打击的精确性，战争的协同性和时空性空前突出。而到了俄乌冲突，战争形态又发生了变化。俄罗斯并没有展示出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出现的战术，反而更像是二战时期的作战思想。但毫无疑问，俄乌正在进行的战争确实是现代化的战争，更像是海湾战争中的一些补充，例如无人作战，又或者是单兵作战。这场战争分为了几个分水岭，在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1个月后，俄罗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基本完成，俄军重创乌克兰武装部队，乌克兰空军与防空系统几乎全部被摧毁，海军更是不复存在，已经没有了有组织的储备力量。另外，顿巴斯地区也被俄军占领，俄军通过精确打击进攻乌克兰军事设施、部队部署地区、机场、指挥所以及军火库，封锁乌克兰一部分主要城市，包括基辅、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苏梅等。其实俄罗斯真实目的是中心开花，纵深推进，分割包围，围而不打，逼和劝和。而对于乌克兰来说，面对的是俄罗斯地面部队的主力，主要是以坦克为主的重型装甲机群，如何抵御俄军装甲机群，成为乌克兰考虑的重点问题。毕竟对乌克兰来说，装备的坦克多为苏联遗留的 T64 系列改进版，与俄军装备的 T90M 存在明显的技术代差，更何况在装备数量上也远远不及俄罗斯。在战术层面上，乌克兰也需要其他类型的装备来抵御俄罗斯坦克部队的突进。于是战事进入第二个分水岭，西方国家大量援助单兵防御武器，从此拉开了俄罗斯空天军与陆军的噩梦。这些便携式导弹，一个人扛着就能走，打完了扔在地上就可以跑，不需要复杂的设备，非常适合乌克兰伏击俄罗斯军队。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无论是射程达到4000米的美制标枪，还是只有700米射程的 M4 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炮，这类装备有一个明显特征，那就是价格便宜，能够进行大量装备。尤其是标枪这类武器，采用红外与图像复合制导技术，对操作的作战人员来说，瞄准发射后就可以撤离发射点，操作流程较为简单，容易上手。
乌东地区平原较多，乌军如果携带这类单兵反装甲武器，可以在战场的浅壕或者其他类型的混凝土工事，容易形成较为理想的射击条件。而且论装甲防护能力，苏系坦克的防护能力相对较弱，理论上大量的单兵反坦克武器确实能对大集群的坦克造成一定的伤害与牵制。不难看出，西方援助的单兵防御武器简直是抗俄神器。借助单兵装备，乌克兰将俄军打得溃不成军。你们觉得俄罗斯的空天军真的弱吗？火力军觉得你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但其实这并不是空天军的问题。在经过西方国家单兵装备加持之后的乌克兰，单兵作战能力甚至已经超过了小型装甲部队，这样的目标反而让俄罗斯空天军难以对付。以往空天军更多的是面对装甲阵地，因为这些目标庞大，空军更有利于锁定。而在乌克兰战场上，空天军面对的却是地面单兵装备，用导弹攻击这些目标大材小用。如果采用低空飞行进行攻击的话，乌克兰就给你一发毒刺之类的单兵防空武器。也正因为战争形态的变化，才使得俄罗斯空天军寸功未见。俄军地面部队难以对付乌克兰单兵编队，空天军又没有办法。自此，俄军进攻脚步完全被拖住。后来暴露了布查屠杀事件，在布查屠杀事件被发现和报道以后，西方国家开始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例如火炮、防空装甲车、装甲车等，也向乌克兰提供手中拥有的苏联制式坦克。主要是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提供 T-72 重型坦克。而第三个分水岭在俄军队围困北顿涅茨克后，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海马斯与 M270 火箭炮系统。在这以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乌克兰进行武器援助的力度逐渐加大，而最后一个分水岭就是乌克兰组织起来的大反攻了。从8月底便开始了，一路攻城伐寨，不知道切断了多少俄军补给线，夺回多少俄军占领的土地。而俄军的噩梦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伊久姆、莱曼、哈尔科夫等等，俄军一路溃逃，俄乌冲突呈现出混合战争的鲜明特征。二战时期的那种大纵深宽正面的集群作战已经成为历史，以往单一战场、单一形态的作战像是也不复存在。从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组织的几场局部战争中所呈现的非对称性作战、精确制导打击以及空天战场制胜的作战形态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俄乌冲突发展到现在，西方对俄罗斯所采取的单边制裁成为一场真正的混合战争，平战边界变得模糊，作战样式充满迷雾。同时，俄乌双方都在实行点穴术，仅在开战首日，俄军就对乌克兰重要军事设施实施点穴，摧毁乌克兰17个指挥所、19套 S-300 防空系统以及39座雷达站等军事基础设施。仅仅1个月，乌克兰就有近4000军事设施被瘫痪。针对俄罗斯的点穴术，乌克兰也见缝插针，利用俄罗斯防空间隙不间断地进行骚扰。例如，乌克兰使用龙卷风火箭炮对俄军弹药库实施袭击，又或者出动直升机以超低空方式绕过俄军防空系统，越境对别尔哥罗德的油库成功实施打击。针对泽连斯基不断在电视中演讲，俄军又将打击目标指向乌克兰通信设施，袭击基辅的广播电视塔，对乌克兰通信设施进行点穴，包括65个乌克兰部队的指挥通信哨所等1812个乌克兰地面军事设施，使其指挥手段彻底失效。从俄乌战争可以看出来，点穴战标志着未来战争的重要走向，展现了未来战争的一种全新的作战理念。选择的目标往往是敌方在军事、经济、交通等战略意义的要害处，如战争中的作战指挥机构、电子对抗系统、侦察情报中心、后勤补给系统以及重要军事目标等关键性枢纽。而点穴战的目标虽然数量不多，但都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一旦成功便能迅速达到战略战役目标，从而改变双方的政治和军事态势，同时也为尽快赢得战争、快速达成谈判条件提供重要筹码。未来点穴战将更加精确，而且要使其彻底瘫痪，必须以信息化高技术武器装备为前提，尽量做到既精准打击军事目标，又不祸及居民区，使其通信连不通、观察看不见、机动跑不动、桥隧修不通、指挥听不到、弹药打不出、装备修不了、后勤供不上，长时间内无法恢复，永久失去战斗力。另外，无人作战也在这场战争中初显锋芒。在乌克兰战争中，还有数以千计的无人机用于执行任务，寻找敌方位置、发射导弹以及直接发动炮火袭击。
双方都出动了特制军用无人机，双方无人机最大作用都是用于寻找敌方目标，并向这些目标发动制导炮火攻击。俄军能够在一架海鹰10无人机发现一个目标之后的3到5分钟内将枪炮对准敌方。没有无人机的话，执行一次这样的攻击可能需要20至30分钟。而无人机让乌克兰有限的军力得以扩充，而其中最大的2点就是乌军使用土耳其制造的 TB2 骑手无人机，摧毁了山毛榉防空导弹等多个俄军目标，给俄军造成重大伤亡。据不完全统计， TB2 击毁俄军装甲车6辆，牵引式火炮5门，多管火箭炮1门，防空导弹系统10台套，指挥所2个，通信站1个，直升机9架，火车2列，轮式车辆24辆。而这可能并不是 TB2 无人机的全部战绩。按理说，俄罗斯也是世界上涉足无人机最早的国家之一，先后装备了2000余架各类无人机。但由于在人工智能系统察打一体无人机领域严重滞后，俄军无人机担负主要传统侦察与火力校射任务，直到 TB2 在战场对俄军疯狂输出以后，俄军才匆忙调集仅有的猎户座无人机与前哨 R 无人机，对乌克兰地面目标实施打击。但这2款无人机最大的问题就是数量只有10架，在作战中使用的次数并不多。传统意义上认为，中空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适合在低烈度冲突中作战，而在高烈度冲突中作用有限，因为这种无人机个头不大不小，速度不快不慢，高度不高不低，对于防空系统来说是比较适合的目标。但从俄乌冲突来看，乌克兰凭借着有限的无人机，对俄军严密设防的地面目标，甚至是防空系统本身造成了不小威胁，说明防御这种察打一体无人机的难点被低估了。在这场战争中，俄军长驱直入，需要保护的是一个由很多线和很多点组成的面，这是一个非常广阔的、不断扩张变化的空域，要24小时防御，并且在动态中防御。俄军的防空系统又比较传统，缺少专门应对无人机的手段，对无人机的防御很难做到万无一失。智能无人作战力量能够长时间滞留在战场空间进行侦察待机，还可以对预定目标进行超时间跟踪监视，并能够依托高度信息化的作战体系，将作战信息回传给后方，引导其根据相应的指令对目标发动打击，还能根据实际作战需要发动精确打击，免了高成本的火力覆盖和有人力量的高耗费出动，极大提升制胜速效。能无人作战力量的重要任务是协同有人作战力量，整体形成体系作战能力，以此在战争活动中联动执行战场感知、一体打击、联动支援、智能保障等各项任务，如有人战机与无人战机的蜂群式协同作战，无人机和无人战车对有人作战力量的信息支持与情报共享，并提供一定火力支持等。智能无人作战力量的从属地位更加凸显。在未来对中小型无人机的技术与战术进行改进，那么这些无人机在高强度冲突中也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例如，为中小型无人机加装电子战系统，构成察打扰一体化，或者是选择分布式作战，携带不同载荷的无人机组网作战，应对敌方的防空系统，又或者发展隐身察打一体无人机，从根本上解决突防难的问题。从战术运用上来说，可以在进行高强度空袭或者防空压制后，再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执行任务，也可以在电子战飞机对敌方防空系统进行干扰压制后，由中小型无人机执行侦察监视和打击任务。总之，通过技术和战术上的改进，这种无人机将会有更大的舞台。智能无人作战力量的发展方向主要是进一步提高其信息化、智能化水平，通过提高自身技战术性能，提高其在整个作战体系中的融合程度，以便遂行日渐多样化的战争任务。智能无人作战力量在这样的作战背景之下，必然是整体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特殊增值部分，其在战争各个方面的参与广度、深度都将十分深刻。特别是随着智能无人技术在装备实体上集成赋能度日渐加深，届时以无人集群形态实施饱和突击作战、主动耗损作战、分布式攻防作战、非对称作战等行动，或将开创出全新作战优势。未来战争不再是简单的攻城略地，而是作战进程与战争治理同步展开。在作战力量上，运用充分考虑主战部队与治安部队同步进入的计划，需要牢牢把握战场主动权与战争制胜权。前沿技术不断催生无人智能化装备，加速进入军事领域，
投入战争实践。此次冲突，俄军之所以难以速战速决，形成碾压之势，是因为北约除了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单兵装备以外，还包括无人机、防空系统等尖端装备。更重要的是，北约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持，提供了强大的情报侦察、空情预警以及态势感知等信息保障。信息优势决定了战场优势，俄军多次错失先机，损兵折将，就是北约提供的陆基通信保障、空机预警控制和天基信息支援，尤其是具备反应灵活、规模作战、察打一体等优势的无人作战平台大量使用，以及作战指挥控制智能化、作战计划分单化、制导弹药精确化智能化，将成为现代战争与传统战争的分水岭。美国之所以宣称俄罗斯将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除了俄罗斯内鬼提供情报信息外，就是利用最为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得出的结论。从去年年底开始，美国就已经着手分析俄军的频繁演习、人员调动以及坦克位置，尤其是燃料、弹药和其他物资补给的储备，从而得出了俄罗斯一定会打这场战争的结论。未来常规战争依然不可或缺，因为未来作战仍需要夺取关键部位和重要地区。俄乌战争在夺占安东诺夫国际货运机场时，大批俄米24P 和卡五2直升机从白俄罗斯出发，以超低空飞行的方式进入基辅，在空中发射干扰诱饵弹，掩护米8运输机乘坐的200多名突击队员成功到达预定位置。这座机场先后数次被争抢，俄军最终实现打开基辅东大门的作战目标，保证了运输大批装甲部队的大型运输机能够随时起降，可以夺取重要目标与关键部位至关重要。其次就是未来巷战将更加激烈，在这场战争中，但凡有巷战的城市，均展开了反复争夺，而无人作战平台的大量运用，也为这类战斗方式平添更多凶险。此次合成营1级的战术单元在常规作战中将发挥重大作用。俄罗斯为了应对北约打击乌克兰，进行了大胆的合成营编制改革，即每个建制旅下辖多个合成营，以一个机步营为核心，配一个火炮营、一个坦克连、一个侦察连、一个火箭炮连、2个防空连，以及电讯侦测、通信、后勤分队等。这种编制在常规作战中可以发挥各单位的最大战斗力，提高作战效益。好了，以上就是火力军对这场战争的分析，如果不足之处，欢迎评论区告知一番。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